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毛怪老师的频道。今天开始呢，我要给大家讲一套新的课程啊，如何用画面讲故事。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视听语言。这个呢，对你拍摄短片也好，对你做动画片也好，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正好呢，最近热播的这个真人版的《海贼王》啊，拍得非常精彩啊，Netflix 的啊，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第一季8集，我还剩3集没看呢啊，我实在是舍不得看，一直留着呢。好了，那么我们在正式的分析这个真人版的《海贼王》之前呢，我需要有一些基础的知识要给大家大概的讲一下所以我们要先打开这个 PPT 啊，因为不是正式的上课啊，大家就大概听一下，前面我也说的快一点，之后咱们赶紧进入正题。首先呢，你要知道什么是镜头。我们现在拍电影也好，拍动画片也好，都是实际上这个整个画面都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接在一起的。那么早期的这个镜头是什么呢？就是原来的这种胶片摄像机用它去拍摄，就是摄像机开始拍摄直到它结束中间的一段画面，那就是一个镜头。就是早期拍电影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镜头的概念啊，比如说卓别林的电影啊，当时呢就是把这个摄像机直接立在那个地方，它也不动啊，就拍完了以后呢，可能换一个空间换一个房间继续拍下一段故事。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像这个舞台剧。话剧啊、戏曲啊，都是这样的。这个你没办法切镜头吧？其实它有一些简单的换场景的方法，就是拉幕啊，拉幕有点像这个啊，理解就好了。然后镜头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这个库里肖夫开始的，这是一个苏联的导演，他当时呢做了一个试验，就是把不同的画面跟同一个人物的一个比较木讷的表情接在一起，他的表情并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不同的画面跟他接在一起，你看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第一个食物跟这个表情接在一起是什么呢？饥饿。一个棺材跟这个表情接在一起是什么？就是悲伤啊。一个美女跟这个接在一起什么呢？last， 自己去查这个词啊。这就是库里肖夫效应啊。当时库里肖夫做完这个实验呢，就觉得用这种方式把不同的画面接在一起，那给人的感觉那看起来可能更有意思，用这种方式来拍电影呢，是不是更好呢？所以镜头的概念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么之后呢，就进入了剪辑时代。为什么叫剪辑呢？剪辑其实就是我们早期的胶片嘛，对吧？那么拍完了以后，我们可能把比如说2个房间要接在一起，或者2个特定的镜头要接在一起，那么我把中间不要的部分咔嚓一剪子剪掉，然后2个需要的胶片贴在一起粘在一起，这个叫剪辑，这是最开始的剪辑的概念。其实呢，就是后来的叫蒙太奇手法。蒙太奇的概念呢，它是非常复杂，解释也非常复杂。我也不是专业的这个电影人，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就是按照导演的思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把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这个必要的事件接在一起，能表达你需要的这种想法，这种剪辑的方式，叙事故事的方式，你就可以叫它蒙太奇啊。下面呢，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分镜纸啊，分镜纸。我们在拍电影和拍动画片之前呢，要大概的知道我们要拍什么，对吧？所以尤其是动画片是一张一张画出来的。那么每一个镜头到底画什么呢？我们肯定要先在纸上把它设计好啊。当然之前的肯定有脚本有剧本。这是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所有的镜头都是先由宫崎骏一个一个在镜头纸上画出来，然后呢再把比如说这个镜头再交给动画师，让他去画里面的内容。分镜纸是这样的就是一格一格，然后整个镜头里面一个什么内容在后面大概写一下。它后面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个比如说对话呀，然后时间呀等等。早期的分镜纸呢都是要写上这个时间的，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去支持，那个时候的动画师呢都是拿秒表去掐，大概估算一下，可能自己要表演一下。比如说这个镜头大家还有印象吗？这个小白说你不应该来这里，什么赶快回去，大概是这样吧。那么可能是动画师在这个地方自己表演一下，开始掐秒表，然后你不应该来这里，赶快回去，然后咔嚓一掐，大概多少秒1.5秒，大概这么个意思所以当时的时间都是
这么定的。当然现在呢有这个电脑的支持了，我们有软件了，比如说 AN 的这种软件，我们直接在里面去做就行了，所以就省去我们掐秒表的时间了但是在我们后期我给大家讲这个动态分镜的时候，我也会告诉大家怎么来，虽然有电脑支持你也得把这个时间把它估准，这个后面我会介绍这是分镜头的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日式分镜头，一般中国呢日本就是东方，这叫东方吗？不对，日本是西方是吧？反正就是亚洲这一块呢，他喜欢用这种竖着的日式分镜头然后呢，美国这边他们喜欢用这种横着的分镜头，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分镜只是这样的，画一个大概的里面的画面的内容，然后下面也是写一下，然后有什么时间等等。我们看一下。这是电影的分镜头，我们拍电影也是先要把这个镜头画出来这样导演才能按照每个镜头到底怎么去拍这是英雄，张艺谋的英雄徐克，高晓松的大武生的这个破片这个徐克的分镜头应该是他自己亲手画的徐克是会画画的，像冯小刚这种导演都是手绘功底很强的。当然这个应该不是冯小刚亲手画的这个1942的分镜头呢，肯定是找专业的美术师把每一个镜头它的用色呀大概的场景的构图先画出来，然后导演再根据这个去取景。这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个是姜文亲手画的你能看懂吗？对吧？只有姜文自己能看懂，但是他又是导演，他能看明白就行了。所以呢，就算是你看这么糙的这个分镜头，也是要事先画出来的。我知道我要怎么拍这个电影，然后再根据这个镜头去演员站位，你站在这里，你站在那里，然后咱们开始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看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回来看这个美式分镜头。我们如果看过《怪物史莱克》这个电影的话，我给大家放一段，就是电影《怪物史莱克》里面被删掉的一段它是分镜头由这个分镜师现场给大家讲出来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看看 Shrek deleted storyboard。好，我们看一下这段This is sequence 700 deal, and it takes place after Shrek has defeated the Knights at the tournament. He's been invited into Farquaad's map room, where Farquaad stands on top of this large-scale model of Duloc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with his arms held up high. Behold, he steps forward, the future. Picture it. Whip pan, pristine villages, convenience stores, subdivisions, mini malls. All them free of ugliness and chaos. Yes, my friends, it will be a Duloc world after all. Cuckoo, cuckoo. That's great.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y swamp? You mean this? And he points to this little model of Shrek's swamp. Oh, look at that, Shrek. That is adorable. Hey! Donkey goes running off. Look! A trailer home! He gets hit on the muzzle. Bat Donkey, get down! Get down! You see, Shrek, that swamp was never yours in the first place. Hold up deed. Pulls it away. However, I'll give you your swamp back. And remove all those fairy tale creatures if you go on a little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 for me. Holds up the little Fiona doll. And if I don't, then you'll have lots of time to spend with your new friends. Flicks back the Fiona head, revealing a button, and then clicks down on it. And we just hear... All these little fairy tale mock-ups start pouring out, burying Shrek. Tink, tink, tink. Isn't life wonderful, Mr. Goose? Why, yes, Mr. Humpty. I love living in Shrek's swamp. Let's stay here 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 and ever. 好，我们看完这一段觉得非常有意思，是吧？现场这个分镜师，我不知道是导演还是分镜师在那儿直接给你讲，你大概就能看到整个故事的这段故事的大概意思了。虽然我英语听不太懂，这个就是
分镜的重要性啊，我们肯定要前面要把这个故事都画出来，然后这个就是用画面讲故事，对吧？我们看整个的过程，然后配上声音，配上音乐，这段镜头就制作完成了。好了，那么我们大概知道了这个镜头的概念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景别，就是一个运用摄像机的一个基础，我们拍出来的这个景别到底分为几种。有了这个景别的概念，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真人版海贼王的分析了。好，我们来看这个景别啊。景别呢，我们从远到近啊，从远到近来分析。那么首先来说大远景，这是一般是航拍啊，非常远非常高的这样一个角度拍摄的整个一个镜头，那么基本我们可以叫它大远景啊。一般呢，它是呈现一个我们大概在什么地方，让观众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正片吧，看一下正片《海贼王》开场啊，看一下开场这一部分。你看，它基本上来就是一个大远景，对吧？一个航拍的一个视角，知道是在海边。然后在港口，这是一个推镜头啊，直接推到那个海边的城市。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大远景。再近一点呢，就是大全景，这个就推到这个场景的一个局部了，比如说单独的一个建筑。但是这种大全景呢，基本还是能把整个人物放入到画面里的啊。就是在大全景里面，这个人物的高度呢，一般都不会超过1/2啊。拍一个完整的建筑。再往后呢，我们可以叫全景啊，看这个，这是全景啊，全景。这个全景呢，就是更到一个局部了，比如说他拍了一个门的部分，这个时候已经是要介绍人物跟场景的关系了。这个人物在哪儿，主要就是要介绍这个人物了，那基本就是推到这个全景。那么在全景跟大全景中间有一个中远景，其实这个名字呀，大家不要太在意啊，可能每个地方写的名字差不多，但你就这样理解，就从远到近就可以了啊。中远景呢，就是介于大全景跟全景之间的，又有人物，那么又有建筑，也是体现这个人物跟场景之间的关系，告诉你这个角色在哪儿。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海贼王啊，推进。你看现在基本就推到一个，现在这个景别呢，基本就是一个大全景了，对吧？刚才是一个大远景，现在近了一些，到一个这是海军的船，对吧？这也是大全景。再近这个地方呢，没有前面那些船的对比了，又变成一个大远景，对吧？这个主要是看画面里面到底有什么因素。大家理解这个概念，不要那么死板啊。大全景，推镜头，是吧？又是一个大远景，然后逐渐的到这个行星台的局部，这个地方是特写，只不过呢，它这里面拍的不是角色。那我们先回到 PPT 啊，先把这个景别的区分给它说完啊，根据镜头跟角色之间的远近来区分这个景别。刚才说的是从大远景一直到全景，这都属于是这个离角色稍微远一点的这个景别。那么到这个地方，到中景啊，中景就是我们要特别的介绍一个角色了，要特别的介绍这个人物，那可能就要把这个摄像机推得要近一点。这个呢就是中景啊，一般在比较平淡的表达一个人，就是很正常的交代一个角色他是谁。而且这个中景呢，肯定是有一些场景的，表现他在什么位置啊，他是谁，那么一般用中景来表示。如果要是更细节的表达这个人物的一些情感，或者说这个角色要说话了，那么可能用的中近景比较多啊，就到这个地方。中景呢是一般切到这个角色膝盖的位置，中近景呢就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再近就是更强烈的表达这个角色的感情。那么从近景到特写、大特写，大家看这个三个景别什么感觉？近景、特写到大特写，对吧？就是越来越强烈的强调这个人物的情感的这种变化。所以说呢，在你要强调这个人物，比如说故事开始强调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这个人物在哪儿，那可能会用远景、全景。这个人物正常的入画可能会用中景，
当你表达这个角色开始对话，他开始说话了，那么要用中近景或者近景，很强烈的表达角色的感情，那么就用近景啊，这就是景别的运用。好，我们来看一段啊，看一下这部分。Safe and protected. 啊，这都属于特写，对吧？先局部的表达一下这个角色。哎，看这个地方实际上就属于这个近景了啊，近景。而且它是一个仰拍，我们后面会说到这个拍摄角度。仰拍呢，一般会表现这个角色他是比较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或者呢他比较伟大，那么会用仰拍比较多。不过通过我看这几期海贼王啊，这个海贼王的摄影可能比较喜欢用仰拍，它仰拍非常多，大部分的就正常的拍摄都是仰拍的视角，这可能是他的摄影师的习惯啊。好，这是一个那个通缉令的特写，进来一下，正好是交代一下这是谁，海贼王 Gold Roger 啊，罗杰，海贼王罗杰是吧？交代一下，海贼王罗杰。Has been captured. His reign of terror ends this day. 啊，这是一个俯拍， Reign of terror 俯拍 ends. 啊，这是一个从上往下拍的一个角度。这个呢，应该属于一个全景，在这里面，它是在行刑台的下面，这个家伙要走到行刑台上面来，所以呢是交代他的人物的入画，又交代了场景是在什么位置。一般呢，仰拍、俯拍这个两个角度都是成组出现的。Let this be a 我们 message. 来看这个镜头啊，这个镜头就属于是一个，角色很多，对吧？从景别来讲呢，这应该算一个全景，因为这里面主要的角色表达的是海贼王罗杰啊，他在这里面坐这个电梯要上去啊。你要是以这个海军啊，左边这个海军，以他为主角来讲，那这个景别就算是一个中景。 Anyone foolish enough to 好， follow 这是什 in 么？ its 这是一个近景啊，中近景了，已经属于它切到这个肩的位置了啊，中近景。 footsteps. 这属于就是要给了他这么多的近景，说明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Gold Roger. 啊，一个俯拍，摄像机向后拉，从一个中远景，然后拉到一个算是一个大全景吧，对吧？我们要以远处的这些观众，以远处的观众为对比的话，那刚才就是一个大远景。 Gold Roger. You have been sentenced to death. For the 好，到这个地方呢，就属于是中景了，就属于中景，切到这个人物腰的这个位置，偏中近景的这种景别。同时呢，这里面有两个人，对吧？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这个路飞的爷爷卡普，另外一个呢就是罗杰啊，这两个重要的人物。他呢，因为卡普要讲话了，他在这儿一边说话，然后一边正好交代这个角 crimes 色 of piracy, thievery, 啊，两个近景， and 对吧？ conspiracy against 这一部分的景别的分析我们放在后面，就是具体，因为它这里面的人物比较多，我们要讲这个角色对话的时候呢，要从简单的两个人的对话开始讲，因为这并不是卡普跟罗杰之间的对话啊，这是跟下面很多人的这样一个对话，所以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段镜头，这个我们放在后面来讲。刚才我们只是为了从景别入手，所以在这儿呢介绍了几个镜头的景别。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来看一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就是不同的景别给大家大致画了一下，比如说大远景大概在这个位置，因为基本是一个俯拍的角度啊，大远景。然后远景呢就是一个平拍啊，这个摄像机跟这个地平线基本属于平行的这样一个角度，为了表现这个人物在什么位置。啊，大远景是一个航拍的角度，然后呢，我们看上面应该到一个全景，全景呢就是要比较详细的介绍这个人物了，这个人物在哪儿，他后面可能有一些背景。全景有的时候，脚会切出去一点啊，一般来讲呢，全景是把这个人物脚拍在画面里面的，有的时候呢会切出去一点啊。如果这个人物脑袋离这个上面画面的距离比较近，那你也可以称为它全景。有的时候在这个电影拍摄当中呢，就是这种景别啊，就是你非得说它是什么全景，非得说它是中远景啊，不要那么死板，咱们也是灵活着来看啊。那到这个景别呢，就是
中景，对吧？到膝盖左右的位置。像这个呢，就是一个大全景，这个人物在画面的1/2之内的一个高度啊，差不多就是一个大全景。它还能交代远处的一些建筑，对吧？那么到近景的这个位置，我们到这儿看看什么电视里的什么奥斯卡发表演讲啊、新闻联播呀等等，是不是都切到这个位置，对吧？或者再往下一点，切到一个中近景的一个距离，胸部、腰部左右的位置，对吧？这个就是近景。大家清楚这几个景别的区分方式就可以了。然后后面呢，我们在画分镜的时候，再来具体的讲这些景别怎么来运用。好，讲到这儿呢，我们说一些拍摄的角度啊。拍摄的角度，第一个正常的拍摄呢，就是平视啊。发现这个平视在《海贼王》的这个电影里真是一个比较少的角度啊，仰拍太多了。啊，这是平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俯拍啊，俯拍，然后这是一个仰拍，对吧？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我们摄像机放在天上往下拍，这是摄像机放在这个下面朝上拍，俯拍、仰拍。然后呢，这是一些特殊的拍摄角度，两个人对话的时候，一个平视的一个视角去拍这两个人，其实这还是有一点仰拍的角度啊。然后这是过肩拍，过肩拍是对话时候经常用的一种方式，放在一个角色的后面，然后同时能拍到这两个人，这是在我们后面讲对话的时候要经常用到的一种技巧。那么这个呢是多人对话，这是香吉士在他们那个餐厅的那个船里面，对吧？这是4个人都坐在这儿了，一共5个人，5个主要角色都在里面了。多人对话，我们在安排这个景别的时候，还有安排镜头之间怎么去切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方式啊。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讲到。好，那么基本的这些理念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所以呢，从下节课开始，我们就来具体的分析真人海贼王里面的一些具体的镜头。在这儿呢，我讲一些这个景别和摄像机位置的关系。那么刚才我讲了这个景别啊，那比如说我们先说一个中景吧，啊，说一个全景吧，啊，先说一个全景。这个人物站在这里，对吧？这是背景，我们有一些建筑。要锻炼一个能力啊，就是说你知道演员的位置，但你同时也得知道摄像机的位置。如果你是分镜师的话，那你就把你自己把你想象成你是导演，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位置，然后角色的位置在哪儿。我画一个这个位置图啊，那比如说这个人物是站在这儿的，他面向摄像机啊，面向摄像机，这个摄像机是在这儿拍摄的，对吧？我们把这个认为是摄像机。那这样一个距离，差不多能拍出这样一个全景，对吧？这就是人物和摄像机的关系，卡米拉是吧？这么写吧，人物跟摄像机的关系，知道这样一个距离的关系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现在拍一个中景，这个人物差不多切到腰的位置，这是一个中景，对吧？那摄像机的位置应该在哪儿呢？那可能这个人物还是在这儿啊。我们还画这个人物站在地面上，面向这个方向，这个摄像机呢可能会更近一点，对吧？它可能会在这儿差不多拍到这个中景，那这就是中景，对吧？知道摄像机的位置，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后面去讲怎么安排你的机位，怎么安排人物的调度啊，这是景别和摄像机的关系。那你还要知道仰拍、俯拍摄像机的位置在哪儿。那比如说我画一个仰拍，刚才那个路飞，对吧？路飞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对吧 ？I will be the king of pirate 啊，一个仰拍啊，画的。I will be the king of pirate， 一个仰拍。那这个摄像机的位置放在哪儿呢？比如说还是这个路飞啊，而这个路飞他在表演，举手站在这个地面上，这个摄像机在哪儿呢？摄像机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对吧？这个大家一想应该就能想明白啊。它呢，然后还有一个平面图，我现在画的是侧面图，对吧？侧面图还有一个平面图。你看这个路飞的脸，它其实是面向这个方向的。那从平面图来讲，比如说路飞啊，这是
站在这个地面上，这是从上往下拍的啊，从上往下拍，这是路飞的这个帽子顶，它面向这个方向。那除了摄像机在这个位置这样往上拍，它在路飞的什么角度呢？应该差不多是在这个地方，对吧？稍微偏一点，这样呢才能拍出这种他脸看向左边这样一个角度，对吧？我们知道摄像机的位置摄像机的角度，对吧？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在下节课在讲两个人物对话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用上。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 iPad 啊，在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大概的讲一下，就是画分镜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应该怎样思考，就是画分镜的一种思维方式。那这个时候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能看懂电影？哎，不要管我这写的字怎么这么难看啊！想想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能看懂电影？你为什么能看懂动画片？这个问题呢，其实它是一个都能上升到一个哲学性的问题啊。其实呢，就是我们简单的回答就是用画面讲故事，但是画面在一个一个画面展示给你的时候，这个画面之间怎么衔接，画面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演员的走位，然后包括声音的这种配合，让你能明白这个故事。这里面是隐含着导演、分镜师、剧本等等所有人的这些综合的工作，全都凝结在这里面。它不光是分镜啊，不光是分镜一个环节，其实很多环节。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分镜呢，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操作环节，比较重要的一个操作环节。当我们拿到一个剧本，然后用画面把整个故事表现出来，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分镜的过程。那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就举一个生活中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上班啊，早上我上班，举这样一个例子，你肯定要起床吧，对吧？我们从家里啊，这是你的家，然后到公司，就整个的，到公司，就这样一个过程。工业写错了，都不会写字了。到公司，对吧？家到公司的一个过程，应该如果让你用画面表现出来，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说起来很简单，上班了，我到公司了，对吧？除非你就是真的需要这样一个时间切换，那没问题。但是我要让你详细的把家到公司之间的过程都表现出来，你应该怎么来想？这是一种对你分镜啊，就是包括对你这个整个分镜理念，然后一个事件衔接的一种训练。其实呢，我们在画分镜的时候，大家要理解一个概念啊，就是事件。镜头其实就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连接在一起，一个事件一个事件连接在一起，用事件把故事讲清楚。那好，我们把这个详细的画一遍。第一步是什么啊？从家到公，第一步你应该是我们从起床开始说吧。我给你起一个头，起床，对吧？起床之后呢，你可能要先刷牙洗脸，对吧？那刷牙，我们画这个牙刷吧，便于你理解。刷牙，然后呢洗脸，毛巾，然后呢，比如说吃一个早饭，到公司吃早饭吧，赶紧的出门，对吧？出门，然后呢下楼，我们尽可能把这个事情分得细一点啊。对，穿衣服，你看我这个穿衣服都忘了说了啊，中间加一个吧，穿衣服，刷牙洗脸，穿衣服，出门，下楼，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要赶公交啊，然后是 bus 啊，赶公交。我们把它分得更细呢，你可以说，比如说公交来了，那么我们上车，对吧？上车，然后在公交里面人很多，挤车，车走了好久，终于到站了，这是 reach 到站以后下车以后，还得赶地铁啊 ，subway 赶地铁。比如说我们坐这个国贸吧，这一站这么多人是吧？国贸站，然后到10号线，10号线呢，
往哪边坐呢？我们往这个三元桥坐吧，对吧？三元桥啊，三元桥，桥怎么写来着？啊，到了三元桥站，那中间可能还会发生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在10号线的途中，你看到有一个大妈是吧，和一个小伙吵架啊，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对吧？这个也可以穿插成一个事件，放到我们的整个的故事里面，算是一个穿插的故事。好了，到了三元桥，那我们到了三元桥，然后下车，哎，然后呢，出地铁，对吧？出地铁站，然后我们的目的地是哪儿？我们目的地是我们的工作地方，叫这个什么？京信大厦啊，京信大厦。哎，好，我们要走路到京信大厦，结果发现，哎，这个京信大厦怎么这么远呀？从三元桥走过去，对吧？你要是看到我之前的视频，你可能了解这个梗啊。大概走了20分钟吧，20分钟到达京信大厦，然后呢，进大楼，对吧？进楼，上楼，上电梯啊，电梯，然后呢，出电梯，进入办公室啊，整个的一个过程，对吧？就像流水账一样，这其实是对你思维的一种训练。看着这不就是这些事吗？很平常的事儿，没错。我们在画分镜的时候呢，首先你要建立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把这些每一个细节都认为它是一个事件，是不是一个事件，对吧？起床睁眼了是一个事件，刷牙是一个事件，洗脸是一个事件，穿衣服是一个事件，出门，对吧？分得再细呢，那你出门之后还得关门，对吧？还得关门，把这些东西分得很细。有了这种思维方式之后，那么我们在后面画分镜的时候，你就可以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然后把你所需要的画面把它组织在一起。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时间给它压缩一下，这么长的一个流水账，我们需要哪一部分呢？这个主要取决于你的剧情啊，取决于你的剧情。就比如说我主要想表达我在地铁上遇到这个大妈跟小伙吵架，那怎么来表达呢？起床，那可能中间这一部分都可以省略，对吧？然后呢，就直接从这个起床切到出门，出门呢就是连上公交到地铁站的这一部分都可以省略。出门，然后直接切到这个国贸地铁站，地铁来了，上车，然后大妈跟小伙入画，这就是一个事件的你自己的一个连接方式，对吧？整个这么长的一个流水账，我中间需要哪些事件？那么我如果想表达在公司之后发生的事，比如说到办公室了，今天啊我要做一个面试，有一个人要来，我要面试他啊。我面试别人啊，我要做一个面试，然后这个时候呢，中间的这一部分可能都不重要了。起床，然后刷个牙，然后我们直接就切到，办公室，就是这个人这样来画啊，新建一个画布吧，就是这样啊。人物起床了。还迷糊呢，对吧？起床，然后中间给1、2个镜头，穿衣服，然后呢，出门，对吧？推门就出去，出门。到这儿呢，我们直接用一个蒙太奇的方法啊，直接切到这哪儿啊？京信大厦，对吧？时间压缩，出门，京信大厦。然后呢，这个角色直接从外面入画，就从这儿走进来了，对吧？这是不是一种时间压缩的方法啊？是不是事件？一个事件，2个事件，把这一段起床的故事交代清楚，然后出门进来就行了，对吧？必要的地方交代清楚，京信大厦，然后呢，直接到办公室，这就是我们之前那叫什么学校来着，对吧？就骗人学校吧，啊，骗人学校。然后
哎，来了，上班来了，对吧？这几个镜头就把整个的这一部分的故事交代清楚了。这完全取决于你的剧本的需求。你要是再强烈一点呢，比如说第一个镜头直接切到这儿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行。只要是中间没有这一部分不是完全必要的，你就可以这样做。这就是一种切镜头的一种思维方式。对吧？但是具体镜头之间到底怎么来切呢？那么我们在下节课来讲啊，主要是这节课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景别的区分方法。你要知道景别都有什么样子的，对吧？刚才我们 PPT 里画的那些，从远景一直到特写。好，这个是整个分镜的一个理念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呢，咱们今天的这节课大概就讲到这里啊。好，如果你喜欢毛怪老师的课程呢，请订阅毛怪老师的频道啊，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转发，咱们下节课再见。